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取得超过了可以修改宪法所需的2/3的席位，在野党呢是全面崩盘，历史级的惨败。了一个高市早苗时代了，日美同盟会更铁，对中政策也会更具强势，跟中共的这个助选是有关系的。越打压这个高市早苗，人气越旺。习近平的确是个最佳初选，对一些日本艺人在中国演出的中途就把门给拉了，这种非常下作的这种手段，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弹。日本社会对中国一直保持这个经济合作优先，但最近几年也发生一些转折，对中国的这个评估风险都在升高，防止就国际这种共产思想能够在亚洲泛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千载来逢的一个机遇。麦克阿瑟在日本主导搞了这个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法，国民的那个民意调查也很明显，就修改宪法这个居然排到第5位了，应该说这个门槛打开了。日本一直是整个亚太的稳定器，美国在区域的这个军事存在啊、供应链重组啊、半导体联盟啊，都离不开日本。日本作为整个亚太秩序的支点呢，这个重要性被低估了。日本政治版图可能真的要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了。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日本众议院的选举啊，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取得前所未有的大胜。自民党不仅超过半数的席位，甚至超过了可以修改宪法所需的2/3的席位。这一结果不但给日本政界造成了震动，冲击所及啊，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尤其是对一直以来打压高市早苗的中共来说呢，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噩梦级别的结果。那么日本的这股高市旋风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政界和传统媒体的诸多反对之下，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种结局？未来的日本将会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都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好，另外今天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是日本自媒体人刘斌先生啊，今天他也会连线啊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现代人呢，每个人都在用电脑啊，用手机，每天盯着这个屏幕啊，超过7个小时啊，连眨眼都忘记了，眨眼的次数减少，泪膜受损，眼干模糊，眼红啊，基本上可以说是无人幸免。所以啊，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我们的合作商家 WiseQuest， 叫做明目冷敷眼贴。他们的明目的养分啊，会透过皮肤直接来吸收啊，直达眼睛周围，给你修复深层的这个组织啊。我自己其实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贴上啊，要6个小时到7个小时。这个干眼疲劳呢会快速的缓解，醒来之后你会觉得眼睛突然感觉很清爽，视野呢也非常明亮。我们精英论坛的观众啊，可以享用独家的优惠，我们影片的下面有购买的连结，或者是呢大家可以扫码立即去体验。对，牛先生啊，是在日本从事这个新闻工作也很长时间了。待会儿我们要请他给我们详细谈一谈，从日本内部这个视角啊，怎么看这个整个这个事件。李军啊，日本这次议会选举啊，最后的结果和这个中间过程啊，非常非常的戏剧化，是吧？对，这次日本众议院的选举确实在国际上这算炸了锅了。那么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呢，打了一场让全世界的瞪大眼睛的翻身仗吧。简直可以用这种高市旋风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跟当年这个川普这个旋风啊有得拼啊。对，我来给大家完整的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大概捋一下啊。那么先说背景，那高市早苗呢，在2025年10月份就当选了自民党总裁，顺势呢成为了日本史上首位的女首相。那时候呢，自民党其实处境还是很尴尬的。前几年政治资金这个丑闻啊，这个余波未了。2024年的众议院选举丢了单独的多数，2025年参议院呢选举又败得很难看，所以党内派系啊也乱成一锅粥。那么高市上台时呢，很多人觉得他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政权可能随时都可能垮掉，对，甚至他一开始都以为他上不去，对吧？因为如果联合执政人数不够的话，上不了的。但高适本人呢，他是很铁杆的保守派了，一上台就放狠话，要搞这个积极财政啊、强军啊、修宪啊，对中韩更强硬啊，要彻底解决这个通胀和少子化的问题啊。他很清楚，没有国会稳定的多数，很多政策是根本推不动的。所以呢，他在今年这个1月23号的时候，就在国会例会上。那天闭幕那天啊，高适就直接掀桌子了，说内阁会议结束就解散众议院吧，要发动那个闪电的大选。对，那么这一招当时其实外界普遍是认为是政治豪赌啊，也风险极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上台才3个月，那么补充预算案刚刚靠这个民主党啊、公民党这边的勉强过关，民调虽然有回暖，但是支持率也就大概40出头。那个在野党当时这个气势也很正盛啊，那些民主党啊、什么维新啊、共产党其实都摩拳擦掌的，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自民党给再拉下马嘛。国际媒体也大多唱衰，说高适这是赌上自己这个首相的生涯了。那么选战只有短短的大概16天。堪称日本战后你看最短的一次了。竞选期间呢，高适主打这个日本再兴口号，就是强调经济安全保障，强化这个防卫力，修宪保护这个传统价值，还批这个在野党只会阻碍不会建设。他本人天天是全国跑啊，特别是在这个地方选区拉选票，形成强硬又亲民。结果呢，2月8号这个开票当晚啊，局面就完全一面倒了。最终的结果啊，自民党这个单党啊，他独拿下了316席，那小选区呢是249席，比例代表是67席，总共是316席，远超绝对稳定多数的233席，就50%啊，甚至超过了2/3的310席。这是自民党自2000年以来最漂亮的一次大胜了。高适本人呢，在这个奈良2区更是夸张了，拿下193700多票，是全国小选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连他的伙伴呢，就是维新啊，也拿下了36席，执政联盟加起来已经轻松超过2/3，也很多了。所以这个简直是这个局面让人都震惊的太震惊了。那么在野党呢，是全面崩盘。立宪民主党席位大幅缩水，国民民主党几乎被边缘化了，连一些中道派的大佬都落选了。开票之夜呢，这个在野党总部是一片死寂，有人直接说这是历史级的惨败。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士后来也做些分析，说高适呢，他抓住了3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就是民众对经济疲软和物价上涨的极度不满，时间太长了，积累很长时间了。高适承诺的积极财政和减税措施直接戳中了这个痛点。第二个呢，安保环境的恶化，就中国的海峡局势紧张，日本民众对这种强硬派的需求大幅上升。第三个呢，就高适这个个人魅力爆棚，他强势果断不妥协的形象呢，让很多原本对自民党失望的保守派选民回流，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高适旋风，跟川普2016年那样，就是靠反建制、强硬民主主义直接把沉寂的保守基本盘彻底给它激活了。现在呢，高适政权这个应该是进入了一个就是叫高适早苗时代了，对吧？国会几乎没有人能恨挡他了。就现这个国防预算的增加，经济安全法案接下来都会加速推进。外交上呢，他已经开始跟川普政府这个联络热起来了，估计日美同盟会更铁，对中政策也会更具强势。总结一句，就这次选举不是简单的自民党胜利，而是日本保守势力的一次全面的复辟。高适用16天完成了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日本政治版图可能真的要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了。好，谢谢李军我看李军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从外面用望远镜去看日本，对不对？我们在外面看日本大多数都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但实际上我看到就是日本的一些人说，这一次根本不是自民党的胜利，而是高适早苗自己一个人的胜利。这个有点像川普，根本不是共和党的胜利，而是川普的胜利所以有人这样说说这个在美国这个共和党可以叫川普党了，现在那个有人说这个在日本它可以叫高适党了。这当然这个高适这个旋风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后面看一下这个情况。牛斌，你在日本多年日本
这个议会选举啊，以前出现过类似这样一边倒的情况吗？有过一次，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的。曾经那个小泉那个首相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类似是就是邮政民营化的一次，对这个，但是跟这次没法相比。这次他破纪录嘛，刚才已经介绍了，对，316席。对，说白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过个半数，能达到绝对稳定的多数的260多席，已经是相当厉害了。没想到这个创下一个历史。我听说啊，说这一次日本这个比例代表制啊，自民党只推了67席，如果他推80席，估计他们还会多十几席可以当选，是这样吗？他最后这个比例席多出了大概14个席位吧，后来因为他的候选人不够，分给别人的。对。但是这个不是说你有比例席的话，你就一定能拿到，你必须这个候选人你至少得排到第2名，就是就相当于高考落选了，你差那么几分你可以。就是他如果再多选的话，可能多增加个2-3个是有可能的。对。但是就是刚才说的那种高市这个胜利。那个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意义，因为就是刚才已经介绍很多，实际上就是整个那个自民党里面那个选举里面，自民党整个它的调查大概也就是支持率的自民党党派的支持率大概30%到40%左右，但是对高市的这个支持率达到70%多啊，75左右，72、75左右，说这一点对这个高市今后这个执政非常非常关键，包括他后面要推选他很多的就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方面的说的话，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如果后面的话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对。另外一点就是在野党的惨败，这个是让人很出乎意料的，完全没想到的。我看那个日本的媒体几乎就用那个就是叫毁灭性的惨败来形容这个中主党，就是中主，这个叫改革联合的嘛，就是中道主，有中道这个党派。这个党派现在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党派很多人啊，就是落选的人很多，我看那个报道已经出来了，大家要求退党了，要退党，要离开了。高市这一次大胜啊，听说很多人都在讲啊。说跟中共的这个助选是有关系的，说中共因为这个他之前拼命的打压他啊，然后从他上台也没有这个去恭贺他当选啊，什么都没有，而且是后面的各种政策、各种宣传都在拼命的打压高市早苗，结果呢，越打压这个高市早苗人气越旺啊，这个是真的吗？你觉得这个和中共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有关系吗？他这次大胜？对，我注意到一组数据哈，这个我看这个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我看不管是英文媒体、中文媒体都在报道，说这个习近平是最优秀的助选，这个就是大家在说嘛。但是我注意到一组数据可以间接的就证明那个习近平的确是个最佳助选。这数据是什么呢？就是网上有个公开的一个对民意的一个调查，就是说你去选举投票，你最重视什么？你最看重什么？然后排第1名的是重视外交和防御，这达到39.9点几。排第2名的是经济和财政，这个很出人意料啊。排第3名的是就是社会保障，就是这种福祉啊，这个只是7点几。然后排第5名的居然就是修宪，这3点几的那个%的这种人。但是他这个是对将近4万多人啊做这个调查，我看这个结果是显示是非常这个非常少见。因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外界所有的人，包括中共那些打压那些对高市期待的，大家都是对他的那个经济政策。但是现在成了第1名的，就是外交这个，因为这个外交跟防御是针对的，那肯定是针对中共了嘛。所以说这个习近平成为一种助选。这个可以从一个旁证可以证明，的确是个最优的助选。对，所以说，而且就是说这一点来说的话，而且就是发现一个，就是习近平就是处心积虑，就中共啊想把高市给打下去，因为他当时自民党还不是就是多党执政嘛，他是属于少数党执政的时候，
高市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当选总裁的时候，实际上中共就在背后搞了一个小动作，对，就是让那个自民党就中公民党从跟那个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中间脱离出来。因为在高市当选总裁自民党总裁的隔了一天吧，然后中共的驻日的那个大使吴江浩就到国会去见公民党的那个代表齐藤，两个人出来没多久以后，然后过了2天，然后就公民党就要求退出那个联合执政了。很多媒体就问了那个齐藤，就是说你们见面谈了些什么，然后谈到那个高市没有，那个齐藤没否定，他就只是说了一下这个是现在外交机密吧，他不便透露。但这个一听就知道他肯定是谈了高市的问题，结果第一步没打下去以后，这个高市一下就找到了维新会，两个联合执政的，联合起来，很快就是获得了就是众议院选举的首相，就获得了首相指名，然后很顺利就得到了首相这个位置。但是接下来中共进行了第二波的打压，对，第二波打压大家知道了，什么就是旅游啊，就是包括就是水产品又给停了啊，就是这些搞了半天，最终还有就是对一些日本艺人进行。就是别人在中国演出的很多场次演，中途就把人给拉了，直接就叫停了，这种非常恶劣的这种，就完全就是很快就激起这个日本民众的不满。就说你作为一个国家，这种非常很下作的这种手段，你来对付这个，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作为日本这种高度民主的这个社会，难以想象，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做这种事，所以说引起很大的那个反弹，强烈反弹。这反弹很快都是成为就是支持高市的这种支持，一下子让他就是这个人气就非常非常的旺。对，尤其是这完全就是给了很大的一个助力吧，就是习近平。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市早苗是比较强硬，或者是他这个跟美国关系比较好，他跟中国那一边呢，他这个立场站得比较强硬一些吧。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也不是很了解他的对内的一些政策啊，比如包括一些经济政策，能不能介绍一下他的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些特点啊？他的这个最关键的都是些什么事情？他这个政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啊，就是他现在要采取一种叫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个是他整个就是挽救日本经济，他觉得是非常一个大转折。因为现在日本普遍，他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推行了一种传统性的叫基础财政政策，所以基础财政政策它就是要维持那个黑字，尽量维持就是收支你要黑字，不能赤字。这个就是家庭来说的话，就解释就也很容易懂，就是说你比如说收入1万块钱，但是你的支出不能超过1万块钱。对，这个也无可非议，不是说它错。对，但是就是你在周围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啊，你这个就不一定是对的了。所以近代就是那个日本一下发现，就是整个日本战后。不是战后，就是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不是失去了30年嘛，大家谈的嘛。对，像最近几年，就是他这个财政政策成了就是这个通缩失去30年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大家分析出来就是这种。所以当时的时候，安倍他不是采取了就是3支箭嘛，一个是极度宽松的金融政策，还有就是积极财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结构性改革，想激活企业嘛，日本企业。对，很多数据显示，就跟那些机器国家相比啊，日本那个财政实际上它那个国家的那个债务不是很大的。你看它的数量大，但是你跟 GDP 那个占比来相比的话，对，日本是机器国家里面最少的。它各种数据评价不一样的话，就在1%点几到2%点几左右。别的国家像欧盟那些都是3点多，很大的，它根本不大。而且日本它国家有资产，金融资产做抵押呀。它金融资产，你像美国国债就很多了，它是实际抛出来，这个把它金融资产的价值给算上以后，它的那个国家债务不多的。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大家没有忽视的，可能外界也没有注意到的，日本的企业啊，就是在最近20年以内，它叫那个留存盈余，这个是正的，非常大。
从2020几年的时候，2001年左右的时候，它是大概200多兆吧，接近300兆左右的就是这个盈余。到现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盈余达到多少？达到630多、640左右了，这个盈余将近翻了2-3倍了。我给大家，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存余，其实就是企业的现金。它不但不去借钱，它还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就日本的企业现在是多少？600兆日元，600兆日元是什么意思呢？我算一下啊，大概是5万亿的美元。就是企业的自己存的钱，你知道吗？投资？不投资。美国的企业是什么呢？靠借钱，靠什么天使投资啊、华尔街拼命给钱，然后他就用高增长、高投资、高债务，然后促进这个增长。日本刚好反过来，日本的企业非常赚钱，但是呢，他不投资，他也不借钱，然后他赚的钱就把它存起来，就是所谓的现在日本的企业的现金是巨大的一个量，就600兆日元，就是600万亿日元，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整个这个情况就是日本政府常年保持黑字财政，就是说它的收支大于它的支出，它的收入大于支出，没有任何财政赤字，所以它发国债其实就是为了应付这些有太多现金存在那儿的日本企业。那非我们这个钱存在那儿，你知道日本的银行常年都是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这为什么？因为太多钱了，他就不知道怎么投资，投在外国没有盈利，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最大的就是投在中国，因为中国还是可以赚钱的。所以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所以高市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世界外部环境变了，一个最大的格局就是川普上台以后，整个就是应该说全球化这个经济全球化这个完全就给画上了句号了。下一步就是完全就是盟友之间了，特别就是相当于冷战一样，现在大家都在围堵中共嘛，很多要跟他脱钩嘛，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但是大家在逐步做了，所以说现在日本处的这个地步怎么来？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日本，经济上强大的日本，才能保证稳住这个亚洲，防止就共产国际这种共产思想能够就是在亚洲泛滥。相当于一个防波堤的那种感觉，现在日本也是这种，它完全处在这个前沿阵地，所以这个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千载来逢的一个机遇来了，经济重新发展的机遇来了。现在日本就处在这个当口上。对，我们现在要谈到比较敏感的一个部分了啊，因为2战之后呢，麦克阿瑟在日本呢，主导搞了这个宪法，现在这个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法，那现在就是要修改啊，所以因为日本一直是日本人一直认为我们按照这个宪法我们是非正常国家，现在我们要变成正常国家啊，但是这种改变，大家都知道要修改宪法啊，要什么议会啊。众议院要2/3认可，可能还需要全民公投啊。你觉得这个未来的这个修改宪法的这个会比顺利吗？还是说还是会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阻力？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应该说他已经打开了这道门了，而且国民的那个民意调查也很明显嘛。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是投票的。你是看重什么去投票的？就修改宪法这个居然排到第5位了，原来是不可想象的。高市早苗他在就是大选完的当天，他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对记者会的时候，他就明确也表示了，他谈了很多问题，一个外交、国防，然后对中国问题，还有经济问题、财政问题，他都谈了，其中就谈到了这个修改宪法。他呢，但是不是那么着急，他就说。现在要尽快就是给国民开创一个讨论这个修改宪法就是赞成与否的这么一个空间，一个环境要创造出来。对，所以这个呢就为他下一步修改宪法就打了一个基础。实际上他现在修改宪法他有很多那个门槛啊，特别是他参议院。对，参议院没有达到2/3嘛，参议院你要选举的话得28年夏天左右了。应该说这个门槛打开了，应该说挡不住了。至于说有什么结果的话，大家走一步看一步吧。没错。就是下一步就是来年这个参议院选举的话，
也很有就是一个关注焦点了。因为日本这个民族他比较内敛，他事情他没想清楚之前他不会说，而且他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宽容。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多人确实他是长期低估了日本的分量。那从经济体量、产业链位置到地缘政治的角色呢，日本一直是整个亚太的稳定器。先讲它的硬实力，日本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了，它的那个高端制造、精密工业、材料科学、半导体设备、汽车工业、机器人产业，全都在全球这个供应链的核心。那像这个光刻机核心零件、半导体材料、高端机床，日本企业长期占据世界前列。对，国际能源署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其实他们有很多报告都已经都说了，就是日本是全球最稳定的工业体系之一。那东南亚这个制造业能够起来，很大程度是依赖于日本的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其实包括中国，很大程度也是依靠日本的这个转移。对，泰国的这个汽车工业、越南的电子代工、印尼的基建投资，背后大量都是日本企业。所以日本对亚太的角色呢，它本质是压舱石，没有日本。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慢很多，那美国的印太战略也会失去一个最可靠的技术和产业支柱。那美国的在区域的这个军事存在啊、供应链重组啊、半导体联盟啊，都离不开日本。这也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产业和军事结构的一个现实状况。那2012年钓鱼岛事件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爆发反日示威，那日本的车被砸了，日本企业停工，这些都不是偶发的，而是这个情绪被引导以后的一个结果。这是这一套中共选择敌人的这套叙事啊和这个做法机制，它是在存在的。但是问题是在政治上塑造的敌人久了呢，他假戏真做就当成真的了。那日本社会确实它比较内向克制，但非常有韧性。一旦它形成一个共识，它方向也很难逆转。包括很多年过去，日本社会对中国一直保持这个经济合作优先呢，即使政治上摩擦不断，但是企业仍然是深度布局中国市场。但最近几年也发生一些转折，很大的转折。对，像供应链去风险化，那日本的企业回流会转向东南亚。再一个就是安全议题成为刚才刘碧说的它的主流的一个议题。那日本的这个媒体、智库、企业就对中国的这个评估风险都在升高，这也不是一个他的情绪，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对中共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典型的骑虎难下的一个状态。问题在于日本社会一旦对某个国家它形成一个安全风险的认知的话，你很难让它再回到过去的经济优先的模式上。这个是日本这个民族性格决定的，他不轻易对抗，但是一旦确定方向呢，他也就会长期执行了。所以很多人说日本的重要性被低估，其实不只是指经济啊，而是日本作为整个亚太秩序的支点的这个重要性被低估了。没有日本的印太战略缺了一个角，没有日本的东南亚的产业升级就失去这个核心技术来源，没有日本的区域安全这个架构就会动摇。所以说今天这个亚太的稳定呢，很大程度就是靠日本这个国家其实在撑着的。中日关系的变化也可能成为左右这亚太战略平衡啊，或者是印太战略平衡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场变局啊，值得全世界持续的高度关注。好，今天呢，非常感谢3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